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的省会太原，这里是山西博物院。山西旅游基本上都是文化之旅。之前呢，我都在别的省份旅游啊。这次10月份，我打算把整个山西都旅游一遍。就从这个山西博物院开始啊，从这里了解一下山西的历史先。这个博物院的建筑还是蛮有特点的啊，倒三角的形状。周围环境也很好，它就坐落在这个汾河边上。这个就是我们太原的母亲河汾河，被挡住了啊。中国历史上下5000年，地下文物看陕西，地上文物就要看山西。跟我一起进去啊，看看我们山西这个博物院的镇馆之宝。这里边是这样子的啊，是圆形的，好几层啊。特别的干净，这里面很干净，很安静。租一个讲解器啊，不然自己看的话是看不懂的。看看我们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，就是这个鸟尊青铜器啊，距今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。这是一个凤鸟回眸啊，它的尾巴是一个大象。我们山西3000年以前是有大象的啊。你看这个古人如果没见过大象，他就不会做出这个大象的样子来。这长鼻子，这是眼睛。这个凤鸟的背上那个是个盖儿，可以打开的啊。这上面是一个小鸟，拿住那个小鸟就可以把盖儿打开。那肚子里面是有铭文的，就是这个青铜器它是刻字的。镇馆之宝啊，现在就能看到3000年之前的青铜器啊，这边还有好多呢。再往里头看一下，这边展示的都是春秋五霸晋文公，还有三国分晋的那段历史啊。这是编钟，这是青铜鼎。哇，这么近距离的观看3000年文物的啊！这个鼎好大呀，像大水缸一样。这全都是3000多年的文物啊，都是真迹。从上往下看，这个博物馆里面是这样子的啊，最上面是这个底儿，挺有特色的。然后下面是这样的，中间是一个天井一样的啊，四周围是这样一圈。然后展馆呢都在这个外圈的部分。这里面特别大，一共4层啊，转了一会儿都好累啊。这两边还有板凳可以休息。我就只拍了1、2个展馆啊，其他的实在是太多，拍不过来，大家自己过来看吧，是免费的。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中国煤炭博物馆。山西作为煤炭大省啊，来山西旅游，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煤炭啊。以前我上学时候天天走这条路，迎泽大街啊，但是从来没有进去过。看这个远处啊，现在也不知道是下雨呢，还是什么天阴的呢，还是说空气污染呢？反正前面空气很不通透啊。这是太原的主干道，迎泽大街。现在进去看一下啊，这里现在正在举办什么皮草展览呢？不管它，专门给煤炭建个博物馆，可见煤炭在我们山西的地位啊。这个可是国家级的中国煤炭博物馆，它前面不是山西，前面是中国啊，波一波题词的。进去看一下。现在到了模拟矿井了，然后里面是模拟的那个挖煤的下面那个通道。现在到了矿底了，要进去挖煤的那个作业面，首先要戴上这个头盔啊，头盔上还有这个灯光呢。我看看这是怎么弄啊？走，从这边进去。这就是采煤区了。看看这个，哇，好黑呀，这里面。我带着头灯啊，然后这样头灯可以照亮一下上下左右啊。
这个是模拟的，并不是真实的那个矿底下啊。但是现在模拟的这个很逼真啊！哇，这里有一个真实的矿车啊，然后下面是铺的轨道，这是以前真实用过的矿车啊，是汾西矿务局捐赠的。然后现在我要乘坐这个小矿车进去探险了啊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哇，现在开始走了。这个是模拟古代的采矿的那个矿井，这都是用木头支撑的啊，这两边都是大木头，支撑着这个矿道不要塌下来。然后这个是现代的，现代都，这个是鼓风机啊，就是这里这个巷道里面通风的。再往前走啊，这边有个演示采矿工人怎么样采矿啊，先拿这个机器在上面钻个小洞，里面再装上炸药，然后用炸药把这些都炸下来，炸下来以后再装上这个木头把它支撑啊，防止这个矿井坍塌了。然后炸下来的煤炭装在这个小车里，下面有铁轨嘛，然后就运走了。上面这个是通风的啊，这个管子。现在我就模拟一下煤矿工人用煤电钻来钻孔啊。这个是咱们现在的矿井啊，这两边都是用钢铁支撑起来，底儿上也有铁丝网在拦的，防止那个煤炭掉下来砸到人。这个是那个掘进机，直接用这个运输了啊，现在这个人工就轻松很多了。然后到前面看一下，现在全是机器来弄啊。前面这个钻头一直在转这面墙，它这个可以动的嘛，然后围着一圈转，转下来的煤炭通过这个履带就运出去了。看这个钻头啊，这个力很大的。哇，现在都是用这种重型机械啊，这是液压铸。这边有那个轨道，那边是两个大爪子在那抓。看这个啊，这个又是起支撑的。现在都是大型的机械化嘛，可以想象这个机器一开的时候，这个矿底啊，那个声音很嘈杂，你讲话根本都听不到。好几个这个大爪子同时的挖掘。这个也是真实的机器啊，现在在这里做展览用的。现在参观完了啊，哇，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。然后安全帽放回这里面，就见到太阳了。已经参观完了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了解了一下采煤的过程，尤其是下到那个矿坑的时候，模拟那个环境非常真实，建议大家可以进去玩一下啊。说一下门票吧，门票是现在免门票期间，大门票免费，这个下矿坑是30块钱，然后讲解是50块钱，一共80块钱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的太原啊，这里是太原的交通要道大南门，这里是迎泽大街和解放路的十字路口交汇处，交通非常繁忙。这个迎泽大街是仿照北京的长安街修建的啊，这个跟长安街一样，也是东西跨度的，长度非常长。解放路是我们太原南北纵贯的一条街，最繁华的2条街在这里交汇啊。这条解放路是10月1号刚开始开通的，修了好长时间啊，现在修的特别漂亮。这两边插满了国旗啊，因为是刚开通的，车还比较少。这个迎泽公园不知道什么时候修了个塔啊，在这里，我以前读书时候都没有这个塔。这是中国联通，以前觉得这个楼好高啊，现在嘛觉得也就这样了。这个大楼也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，现在已经算老楼了。那边有一个土豪金大楼，整个楼都是金色的啊，黄灿灿的，
特别耀眼。去那边看一下新修的地铁吧，地铁还没有开，那个是入口，那里有一个入口。说出来有点不太敢相信啊，太原作为一个省会城市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通地铁呢。不是说国庆期间这个2号线还是哪条线要通了吗？结果现在也没有通。到这个跟前看一下，这个是入口，它这个装饰还挺好看，用的红色的主色调。它这标志是太原的太啊，用的汉字，从这里看得清楚。这个标志，太原地铁啊，这是个太字。以前本来用的双塔寺那个标志被否决了，还没有开呢，现在都拦起来了。你看那个电梯都围着呢。哎呀，等开了就不知道啥时候了。好多人来拍照打卡啊。现在太原建设的还是挺漂亮的啊，你看这个市容市貌干净整齐，这个绿地也挺多的。前面有个天桥，到天桥上看一下。现在到了天桥上了，在天桥上看一下新修好的这个解放路。哇塞，太漂亮了啊！整齐干净，双向8车道，这边是自行车道，那边还有人行道，都很宽敞。然后这里是等公交的那个地方，这中间还有花坛啊，绿化带，两边的这个路灯也是仿古的啊，你看这个路灯，这个造型啊挺别致的，路灯灯杆上都插满了国旗，庆国庆嘛，挺喜庆的。但现在车还是比较少啊，可能是刚开通的原因，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条路开通了。10月1号刚开通的啊。前面是大南门啊，这边是食品街，食品街那儿还正在维修呢，那么多那个脚手架之类的。现在这路真宽敞了啊，自行车道都这么宽，这上面的人行道也很宽敞啊。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下一首赞歌。哎，现在在车上走的都看到那个双塔了啊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太原，刚才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这个双塔了，现在我到了它的塔底下了。这个塔是我们太原的标志啊，它本来叫做永坐寺，但是我们本地人都叫它双塔寺。你如果问我们这边的人啊，问路，你说是永坐寺怎么走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双塔寺啊。民间的叫法，这个双塔寺现在正在维修，关闭了，进不去啊。这里就是个大工地，现在比较遗憾，只能在这外面看一看了。这个佛塔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修建的，距今已经400多年历史了。当时万历皇帝的母亲是信仰佛教的，山西的晋王就为了讨好他们啊，然后给皇帝上了个奏折，他说在太原的东山上修建个佛塔，可以保护这个江山永固啊，老太太什么延年益寿啊，寿与天齐啊，反正就一堆拍马屁的话啊。但是皇帝听了非常高兴啊，那他就下令修建这个佛塔，然后在五台山挑了一个和尚啊，得道高僧，由这个和尚来主持修建。所以太原的这个佛塔是皇帝下旨修建的，也叫做敕建，是给他母亲修的啊。这两个塔的高度差不多，都是54米多，一共是13层。然后这个塔的中间是空的，就是空心的，塔的周围有一圈楼梯，可以沿着楼梯上去啊，上到13层。然后每一层呢都是8个角，它是用砖头盖的啊。然后据说这个塔里面有万历皇帝母亲手抄的华严经，是把手指咬破，然后用流出来的血抄的华严经，非常珍贵啊，据说就藏在这个塔里面。这个双塔是我们太原的标志，大家来太原旅游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啊。关于这个双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啊，
就是我们太原前2年不是建地铁嘛，征集这个地铁的标志，然后网上大家都投稿啊，然后网上公示嘛，其中有一个标志是这样的啊，看这个设计就是以双塔为背景设计的太原轨道交通嘛，但是呢，很多网友强烈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跟这个杜蕾斯的广告非常像啊，你看这是杜蕾斯的还是螺纹状的啊，然后网上的网友就吵翻了，说绝对不能用这个当太原地铁的标志啊。但是现在地铁开通了啊，果然换了个标志啊。现在太原地铁的标志是这样的，一个太原的太字啊，汉字。幸好把标志改过来了，不然我们太原就闹笑话了。大家觉得哪个标志好看呀？一束红花照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水来。珊瑚树红春常在，风里浪里把花开。云来遮，雾来盖，云里雾里放光彩，风吹来。太原食品街，听名字就知道，这里面卖各种太原好吃的东西，进去看看。来这个食品街啊，你就不要吃什么炸鱿鱼了、烤串了、什么烧烤了，这都没有特色，就每个地方都有这些东西。来太原这个食品街就要吃点我们太原特色的，比如说我喜欢吃的那个油面犒姥姥、油面鱼玉、豆面敏尖儿啊，豆面什么梯尖儿、油面敏尖儿，这都很好吃的。还有那个碗托、徐沟灌肠、太原面皮，这都是地方特色，一定要尝一下。你看这里还有很多什么长沙臭豆腐，为什么在太原开这种店呢？糖化。那琪琪要不要糖花了？是用糖做的呀。这个是灯笼。都不用打草稿的啊，直接就画了。这里排队好长啊，这是卖麻花的呀，卖麻花的都能排这么长的队。现在这里面好多卖小吃的都跟我们太原没有关系，什么卖樱桃丸子的，各种茶的，什么那种饮料的，烧仙草的。终于看到一个灌肠店啊！这个才是太原特色啊！油面、灌肠、凉粉、面皮、担担面，这都很好吃的。它这个卤特别好吃。这个是灌肠，给我个1块。没有1块啊。这个是黄面皮、白面皮，下面是担担面，这个是灌肠。如果吃不饱的话，这还有肉夹馍。这个是油面，这个是灌肠，灌肠是用荞麦面做的啊，这个特别好吃。这油面的卤也特别好吃，这2个必须卤，卤是关键啊。看现在吃饭的人有多少，都已经过了饭点了。现在我每次回到太原都要吃这个灌肠啊，赶紧尝一下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太好吃了。再吃一口油面。哇，好满足啊！
刚吃了2碗啊，不够，又要了2碗，太好吃了。对了，刚才那2碗都忘了倒醋了，吃面必须倒点醋啊。这个灌肠它不是肉啊，它是荞麦面做的。好，再吃一下倒了醋的。倒了醋更香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太原。都说我们山西人爱吃醋是吧？不管是吃面条、吃饺子，倒点醋味道更好啊。之前我在海南拍过盐是怎么做出来的，今天在太原啊拍一下醋是怎么做出来的。这儿有个东湖醋园啊，进去参观一下。我们山西人为什么爱吃醋呢？跟我们这边的地理环境有关。这边是黄土高原嘛，高原上那个洋沙比较多一点，洋沙那些都是碱性的，所以多吃点醋要中和一下。东湖醋园啊，华夏第一醋。哎呀，这是个醋的车间啊，工厂里面，看这边这个醋坛子啊，太壮观了！一进来这个园子里面，就能闻到这个醋味儿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车间里参观一下。看这上面的封条啊，11年封的，这个醋已经有9年的历史了，马上就10年了。这院子里很浓的醋味儿，闹得好了，这里头啊，免费参观。先看一下酿醋用的原料，一共是5种：高粱、大麦、麸皮、谷糠和豌豆。这儿都有展示啊，就是这5种。这个里面就是酿醋的车间了。这个东湖醋以前它叫美和居，这是它的前身。这是西坊，就老仙儿就是这个字。进去看看怎么酿的醋啊。第一步是酒精发酵，要做醋先做酒，这是无氧发酵，都密封的了。这边还有个有氧发酵，好浓。这边是酒味儿，然后发酵好了，在这里面就蒸。我操，现在这里面醋味超浓了，啊，鼻子都受不了。好浓好浓啊！就最后炒这个红松子都是经过这一步的啊，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。看，然后倒缸啊，倒60分6缸。哇，这一步结束了以后，到这里就是熏蒸，在这个大锅里面，熏蒸结束了，来这里淋醋啊。淋醋，啊，全是雾啊，这上面。然后上面就是晾晒了。哇，这个房间放的全是8年的老陈醋，这么多缸子啊！这个里面真的啊，太熏了，受不了。这醋味太大了。哇，转一圈全都是，眼泪都快熏出来了。这个酿醋的房间，空气中有非常浓的醋酸菌，这个醋酸菌有益身体健康，但是这里面这个醋的浓度太浓了，啊，熏得老想咳嗽。现在要品尝一下醋啊，5年的醋，看看啊，尝一下。这个是8年的，我先把5年的喝完啊。对，看一下8年。这是8年的是吧？来，给你尝一下，用这个洗澡。喝之前要不要先漱下口呢？这是8年的。8年的感觉。看看这表情，
这个老陈醋有软化血管的作用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所以多喝醋对身体还是挺好的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的太原，这里是太原的汾河二库。哇塞，汾河是我们太原的母亲河啊！这个水坝好壮观啊，把汾河一分为二，拦腰截断啊！这个落差还是很高的，80-90米了。但是这边没有水啊，咱们到大坝上去看一下。现在我走到坝上了，这个坝好宽啊，这有6-7米的距离啊。这个坝把汾河一分为二了，把它拦住了。先看一下这个坝的地理环境啊，这四周都是崇山峻岭，在这高山峡谷之间有一个这个水坝。这边是高峡出平湖，这个水面非常的平静啊。再看看这边啊，这坝的两边非常明显，这边的水已经干枯了，现在已经断流了，没有水了。再往前面右转，在这个峡谷里面一直往前流，流的经过太原市区，最后流到黄河里去了。这个汾河是黄河的支流嘛，汾河也是我们太原的母亲河啊。看到这个汾河断流，好心痛的感觉啊！你看看这边这么干枯，再看看这边，这个反差好强烈啊！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些娱乐项目，那边是坐船，然后还有飞越汾河，那是个索道，然后直接飞到这边，也可以在这个上面游览啊。然后那几个是干嘛呢？这几个大墩子好像是起落那个闸门的吧，就是放水用的吧，我猜的啊，我不太清楚。这边有那个滑道，从那上面滑下去，然后那边还有玄泉寺，那个寺庙是建在半山腰的，看了吗？跟北岳衡山那个悬空寺还有点类似啊，但是现在它没有开放，过不去。如果平时来的话，就可以进去参观的。那边的山顶上有一个塔，哇塞，那个塔盖得真高。现在好像有索道上去，现在关闭了。大坝的另一边是调度中心，看这里有个大水球啊，这里面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好像是电梯吧，坐电梯就到了那下面了，不太了解。看那里有一个水位，现在是894啊。这个是海拔高度，应该是，就是这个地方的海拔894米，这个地方的水是最深的，88米，真的跳水冠军来这都不敢跳。看看，恐不恐高？太吓人了啊！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好大的一个闸门啊，然后那里是控制的伸缩臂，从这里闸门起来放水啊。从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这还有梯子可以下去的。这个水深是88米，现在海拔是900多米。我们山西是很缺水的，汾河上面2个库，这个是2库，再往上游走还有个1库呢。过2圈去1库再看一看啊。这个水坝下面玩的项目还挺多的啊，这边有这种网红桥啊，有这种摇摇桥，那边还能划竹排，还是挺好的。这边还有漂流呢，那有2个小船，然后半山腰还有一座寺庙啊。这个地方青山绿水，环境是真的好啊。大家如果要来玩的话，好像没有公交车啊，因为在这个大山里呢，自驾游非常方便。这里有个很大的停车场，然后它这个路啊也是修在山里面的，都是盘山路，比较危险吧。然后这个地方的门票是42块钱，然后我们还需要买一个电瓶车票啊，因为它那个售票点到那个大坝有2公里的路呢。好，这就是汾河2库的情况，大家看完帮我点个赞，拜拜。一树风华照碧海。
水来，山不入红，春常在。风里浪里百花开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太原，在太原这边发现一片烂尾楼啊，就是我身后这个啊，看一下，这不是一栋啊，是一大片，而且都是小别墅啊，都是3层的小别墅。这地方风景还是挺好的，然后这里是个河道。那边就是汾河，太原的母亲河，这么好的位置啊，不知道怎么就烂尾了。这个烂尾的规模非常大，从那里开始，一直这样盖过来，一直延伸到汾河边上啊。放大看一下吧，这楼都盖好了，都是没有装窗户啊，已经是差不多完工了8、9成了吧，看这样子。都是3层的小别墅啊，一栋一栋的。刚才我去那边去了，这里是个门嘛，那里有人守的，不让进去啊。本来想进去拍一下的。这边还有个教堂呢，这边有一个道教的这个阁楼，现在也关闭了。如果站在这个阁楼上，看得更清楚。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。这个楼说是08年就开工了，但是因为它这个手续不全啊，在没有取得手续的情况下，它就开工了，所以后来就关停了。我现在飞无人机看一下吧，飞无人机过去看得清楚。心中有片美丽的牧场，蓝天白云，干净的土壤，而梦是一群吃草的牛羊，自己就是放牧的太阳，对着欲望的心里想，里面装满爱和善良，向着信仰的那个方向，还能画出自己的模样。总是匆匆忙忙，紧紧张张，像一只好久不飞的小鸟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太原，这里是太原东山的牛驼寨，现在是一个烈士陵园啊。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因为这个牛驼寨它是太原的制高点，也是解放太原时候战役最激烈的地方啊。这个地方是太原的门户，要想解放太原，就要先占领这个地方。后面那个就是解放太原的标志啊，而且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上小学时候每年清明节扫墓就会来的地方。我小时候就来过啊，学校里组织的。我们进这个陵园里面看一下，这里面有很多牺牲的烈士都埋在这里啊。一进到这里面就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啊。这个四周围都是苍松翠柏，环境很幽静，因为这里面都是为解放太原牺牲的烈士都埋在这里啊。然后这里是个烈士陵园，现在正前方就是解放太原的主帅徐向前的雕像，这边是太原解放纪念碑，像一把钥匙啊。这边就是那个烈士墓，先去徐向前的雕像那里看一下啊。当时是徐向前指挥的这个解放太原的战争，结束了阎锡山长达38年的统治啊。这个徐向前和阎锡山他俩是老乡啊，都是我们山西五台人。这个是徐向前元帅的雕像。当时阎锡山在太原的东山啊，修了有4个要塞，每个要塞上都有碉堡。要想解放太原，首先就要攻破这几座要塞，占领制高点。这个牛驼寨就是当时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啊。解放太原的战争打了1个多月，
最终在49年的4月24号，就是解放了太原啊。阎锡山最后是跑到台湾去了，在台湾的阳明山去世的啊。刚才说了，徐向前元帅和阎锡山都是山西五台人啊，他们两个是老乡，而且他们两家离得特别近啊，就是隔了一条河，隔壁村那种关系啊。而且阎锡山平时用人呢，他都是用五台那边的人，他手底下很多重要的将领都是五台人，所以当时打太原的时候，毛主席就派徐向前来打这场仗啊。然后大家现在看这边是不是很空旷啊？感觉没什么人啊。但是每年一到那个清明节扫墓的时候，哇塞，这上面全都是学生啊！太原市各个大中小学的学生就来这边扫墓了。这边有展示的当时使用过的武器啊，这个是加农炮，挺大的啊，看这个炮管。这个是高射炮，这个是用来打飞机的啊，可以打12000米以下的飞机。没想到是这样的。然后5、6式坦克，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空调啊，坐进去会不会夏热冬冷。这个是火箭炮，这就是没有精确制导的啊，就是一通发射过去，狂轰乱炸的。这是歼6的教练机。下面这个是副油箱啊，上回我在沈阳说错了，说成是导弹了。前面这个是空速管是吧？测速度用的。这里面也是都拆掉了，这些发动机之类的。这就是当年我军使用过的武器啊，也不都是小米加步枪吧，还是有许多这种现代化的装备啊，重型武器。看这边呢是战斗遗址。然后现在去这个解放碑看一下啊，这个大钥匙，这个就是解放碑的正面了。这个碑高是49米424，寓意着49年4月24号解放的太原。这个上面写的太原解放纪念碑7个字啊，它是徐向前题写的，因为徐向前是解放太原的主帅。这个碑的形状呀，是一把钥匙的造型，寓意着这个牛驼寨是打开太原大门的一把钥匙啊。现在上不去了，关门了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学校组织扫墓的时候，我上去过，站在那个顶上，可以俯瞰整个太原的这个情况啊，一览无余。它的入口是在这里啊，在这个地下，现在都关门了。我估计每到扫墓的那几天，这个就打开了，然后让学生上去啊，可以参观一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的晋祠。晋祠是来山西旅游必玩的景点啊。我们山西之所以被称为晋，跟这个晋祠有很大的关系。然后这个里面呢，文化之旅啊，它有很多的历史典故，有很多的人文故事在里面。如果你光看这些景点的话，也看不明白，必须有个人讲解一下啊。然后比如说这个圣母殿，还有唐叔虞祠，还有难老泉、晋水之源、周文王啊，还有姜子牙，还有他女儿，这些人物故事你就搞不明白。我在纸上简单写一下，帮助大家理解啊。这个晋祠里面供奉的是谁？他供奉的是唐叔虞，所以唐叔虞才是晋祠的主人公啊。唐叔虞又是谁呀？他是周成王的弟弟，他两个是亲兄弟啊，异母同胞。他们的母亲是谁呀？母亲就是这个圣母殿里供奉的这个人，她是姜子牙的女儿，周武王的老婆。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吧，叫做武王伐纣，就是姜子牙帮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，推翻了商朝，建立了周朝。这个武王在灭亡商朝2年以后，他就去世了，然后他的大儿子这个哥哥继承了王位啊，叫做周成王。然后他把山西这块地方赐给了他弟弟唐叔虞。山西这块地方以前叫做唐，是周成王灭亡了这个唐国以后，把这块地赐给了他弟弟，所以他弟弟就叫做唐叔虞。为什么后来他又叫做晋了呢？因为是唐叔虞去世以后啊，他儿子带领的族人改的名字。因为这个山西这块地方它是晋水之源，
所以他儿子改名叫做晋，然后追认他老爸为这个晋王，所以唐叔虞是第一代的晋王。我们山西自此以后就叫做晋了，就是这个来历啊。大家可以上百度查一下啊，这个周成王啊、唐叔虞啊，他们都是公元前1000年的人物，所以距今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啊。就是这个晋祠为什么重要，就是他把我们山西的历史直接就推到3000年以前去了，所以他的地位非常重要。然后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吧，就是周成王和他弟弟唐叔虞之间有个简同分地的成语。简同分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周成王继位的时候只有13岁啊，他弟弟的年龄就更小了，都是2个小孩嘛。就是有一天呢，周成王和他弟弟在院子里游玩，然后周成王呢随手从地上捡起来一块梧桐叶，然后用这个叶子剪成一个玉圭的形状，就赠给他弟弟。他说我就用这个来分你吧。这其实是他说的一句玩笑话，2个小孩子玩嘛。但是呢别人就说你作为君王，你说的每一句话呢都君无戏言，你既然说了这句话呢，那就要分你弟弟。后来他们打下唐国这块地呢，就兑现诺言，把这块地分给了他弟弟唐叔虞了。这就是简同分叶的故事啊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晋祠里面啊，中轴线上面占据最主要位置的是这个圣母殿，就是占据 C 位了。它是主人公是唐叔虞，但是占据 C 位的是这个圣母殿，就是他母亲。现在唐叔虞的那个祠堂呢，在这边，在侧面呢，就是这个台阶上去，就是他把主要的位置留给他母亲了，然后他去了侧殿，就是很有孝心啊。所以我们来了晋祠，除了看了圣母殿以后，一定要去这个唐叔虞祠看一下，这里面才是这个晋祠的主人啊。但是这个因为在偏殿，去的人非常少，大部分游客都在这里啊。然后这个晋祠还有其他好多的历史典故，我们下个视频啊再讲一下这个难老泉啊、晋祠三宝还有晋祠三绝啊。谢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太原的晋祠公园。上个视频带大家看了这个晋祠公园到底讲了个什么事啊？它供奉的是谁？然后我们山西简称晋，跟这个晋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晋祠的三宝和三绝。晋祠三宝，这个是献殿、鱼藻飞梁和后面的圣母殿。这个献殿是金朝时候建的，主要是祭祀时候用的啊。这个大厅里面供奉的猪头啊、牛啊、羊啊的。然后这个就是鱼藻飞梁，鱼藻是这个是鱼藻，鱼藻是那个晋水3大源泉之一嘛，鱼藻泉，在这个上面建了一个十字形的桥梁。这是北宋年间啊建的，一直保存到现在。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圣母殿，它也是北宋年间建的。这个上面有这个盘龙啊，这都是北宋年间的。呀，现在给关了。这个圣母殿主要是看它这个建筑啊，毕竟是北宋时期留下来的嘛，建筑造诣很高。这个圣母殿里面有彩色的泥塑，都是北宋年间的，也是晋祠三绝之一啊。三绝还有一个周柏，还有个难老泉。看一下，这个是周柏，距今已经3000年历史了啊，现在还是郁郁葱葱的。这个周柏现在卧倒了，所以叫做卧龙柏。从这儿看一下啊，看看这是西周时期种的柏树啊，这是晋祠三绝之一。然后旁边呢种了很多槐树，是唐朝种的，就是周柏和唐槐。晋祠三绝还有一个是难老泉，就是那个凉亭里面的。难老泉是晋水之源嘛，晋水之源有3个泉眼，一个是难老泉，一个是这个鱼藻泉，还有那边的单立泉。但是单立泉和这个鱼藻泉啊都是时断时续的，
只有那个难老泉，它是常年涌出，而且冬天是不结冰的，常年水温都在17度。过去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最著名的难老泉。现在呢，水已经不往上涌了，现在已经断流了啊。这个难老泉的上面有我们明末清初的山西的文化名人写的难老2个字啊，富山写的。后面是水母殿，供奉的是水母。难老泉的泉水是从地底下涌出来的啊，然后就从这里流出来了，一直流到下游去啊。难老泉的水从那里涌出来，就从这里流出来了啊。然后这里是个不系舟，是一个小船的形状。这里有中流砥柱，这里修了个石堤。这里有个小故事啊，就是我们山西这边特别的缺水，几百年前呢，就是大旱，然后北边这边有个村子，南边也有个村子，他们就争抢这个难老泉里涌出来的水啊，然后就经常发生武斗嘛，伤人事件啊。然后当地的官府特别坏啊，他就出了个主意，他就支了一口油锅，然后在锅里面放了10个铜钱，他就跟村民们说，你们如果用手去抓这个铜钱，你们抓起几个来，这个水就分你们几分。然后北边的这个村庄就出来一个勇敢的村民，他从油锅里抓起来7枚铜钱，这是7，后来就分给他们村7分水啊。然后但是这个勇敢的村民呢，他就受伤过重就去世了。当地的人为了纪念他，把他的尸体就埋在这个中流砥柱的下面了。然后在这个下面呢修了一个堤坝，这堤上面看的下面有小孔啊，这边是3个孔，那边是7个孔。因为他是北边的村民嘛，就他们的水呢分7分，南边的村庄分3分水。你看，然后这里还修了个人字形的这个堤坝，防止这个水分出来以后又汇合啊。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吧。这个水流到下游，灌溉了这边的农田啊。我们晋祠的大米也是非常有名的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晋祠的3宝就是这个献殿、鱼藻飞梁和圣母殿。然后晋祠的3绝呢，就是这个难老泉、这个圣母殿里面的彩色泥塑，还有周柏。大家来晋祠旅游一定要看一下这3宝3绝啊。今天要出发了，在家里休息了10来天啊，这次要自驾游山西，开个车去。先把车擦一下啊。这次开这个车去，本田捷德，把车搞干净一点啊。这次自驾游山西，从南到北都玩一遍。一会儿带着我妈去啊，趁着现在山西各大景点都免门票，把这些景点都玩一下。一会儿查好车了就出发了。正在准备拿的东西，看拿了一箱子衣服啊，放在这个大箱子里。我们要去爬五台山，怕冷呢，拿点厚衣服。把花都搬回来，怕放在院子里冻老了。我妈正在收拾啊。妈准备好了没有？差不多了。我们出发了，自驾游山西开始了。先把我这2天在太原用无人机航拍的景象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看看我们美丽的大太原。一束红花照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水来。珊瑚树红春常在，风里浪里把花开。一束红花照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水来。珊瑚树红春常在，风里浪里把花开。云来
这无来盖，云里雾里放光彩，风吹来浪打来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的五台山，五台山的标志大白塔，这个位置是拍照的绝佳位置啊，因为这里有一潭水啊，在这个水的位置可以拍到大白塔的倒影，非常的美。后面就是寺院。这个五台山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？因为这里有5座山峰，每座山峰的峰顶都是平坦如台，所以叫五台山。我现在五台山的菩萨顶啊，在这个菩萨顶可以看到整个五台山的情况，带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菩萨顶是制高点啊，这个就是五台山的全景。中间有个大白塔，大白塔就是五台山这边最核心的建筑啊，标志性的建筑。大白塔的前面是五爷庙，大白塔的后面是显通寺。大白塔的里面传说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啊。这个显通寺是五台山建的第一个寺庙，它是洛阳白马寺建白马寺那2个和尚来五台山同年建造的。这个大白塔的后面啊，那座山的山脚下有一座书相寺，书相寺里面供奉的是文殊菩萨的雕像。这个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，所以这里供奉的主要的就是文殊菩萨。这个五台山最高的地方啊，就是菩萨顶，就是这里啊。这个菩萨顶，康熙皇帝来了5次，乾隆皇帝来了6次。而且它这个房顶啊，我们看是黄色的琉璃瓦，一般的寺庙都是青色的或灰色的砖。这个为什么是黄色的底儿啊？跟故宫的颜色是一样的，就是因为它是皇家的嘛，因为皇帝来过，皇帝特别允许他们用这个黄色啊，就是这个菩萨顶的规格特别高。和其他的房顶对照一下啊，看其他寺庙的房顶都是灰色的瓦。其他的都是啊，只有这个菩萨顶是黄色的琉璃瓦。这个菩萨顶上有个五台圣境，这是康熙御笔写的啊。这个菩萨顶的后院可以开车上来的，就不用爬那个台阶了啊，从这里就走到后院了。这个就是菩萨顶的后门，可以直接开车上来的啊，省下爬山了。爬山有好多台阶，如果家里有老人的，直接开车开到这里啊。这个上面呢也是风景非常好，可以居高临下看看五台山的风景啊。那边都是那个住宿餐饮的，这边停车场那些小房间都是住宿的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的五台山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五台山的吃住行游玩的攻略啊。五台山这里啊，其实是个盆地，这四周围呢有5座山峰，然后都围起来了。这个山峰的盆地中间建了很多寺庙，我们大部分的来这里旅游啊，都是在这个盆地中间旅游。
如果是自驾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车开进来的，很方便。这个地方叫做台怀镇，我们导航导到这里就行了。把这里很多停车场的啊，随便停车，停好车了以后，去这些寺庙里面转一转。来五台山朝拜有大朝台和小朝台的说法，具体是什么意思啊？大朝台就是围着这个五台山的东南西北中这5个山峰顶转一圈，每个峰顶都有一尊文殊菩萨的雕像啊，围着这个转一圈，这就是大朝台。如果你的心特别的虔诚的话，是跪着走一圈啊。然后什么是小朝台呢？这边的半山腰有一座寺庙叫戴罗顶，如果你的体力不允许你大朝台的话，那你就是从这个山底下走路爬到这个戴罗顶的那个顶上，这个叫小朝台。这个小朝台以前是专门给皇帝建的啊，因为皇帝他不可能每一个朝台都走遍，所以为了他的方便，在这个小戴罗顶给他建了个小朝台啊。这个五台山是一个盆地啊，四周围是东南西北中5座山峰，把它包围在里面。这里面很多寺庙呢，我说几个最主要的寺庙啊。最主要就是这个大白塔，是五台山的标志。大白塔里面有佛祖的舍利啊。大白塔的前面是五爷庙，五爷庙是这边香火最旺盛的啊，很多人来这里烧香，然后还愿。大白塔的前面呢有一个书相寺，书相寺供奉的是文殊菩萨，这个五台山也是文殊菩萨的道场。然后大白塔的后面是显通寺，显通寺是这个五台山的开山第一寺，就是五台山建的第一个寺庙就是这个显通寺啊。而且这个显通寺也是全国的第2座寺庙，第1座寺庙是河南洛阳的白马寺，第2个寺庙就是这个显通寺了啊。所以这个它的地位很高的。显通寺的后面就是菩萨顶，菩萨顶是因为皇帝住过，所以它现在以皇家规格，康熙住了5次，乾隆来了6次。然后菩萨顶也是这一片的制高点，在这个菩萨顶上面可以看到整个五台山这边的情况啊。然后皇帝来了也住这边，这就是简单的一些情况。我们开车进来呢，有3条路，是北峰、西峰和南峰。不管你是从哪条路开进来啊，最后都要到这个台怀镇。这里面呢是停车、住宿、吃饭，所有的都在这个镇上面啊，都可以解决，还有银行啊什么的。这里住宿不是很贵啊，100块钱左右的房间非常多，都是农家乐那种情况啊。然后吃饭稍微贵一点啊，吃饭比外面贵。还有个要注意的就是，如果你是自驾开车进来的，你要早一点啊，早一点才可以开车进来，因为里面的车位是有限的。如果里面停满了车，那么你在这个山门的入口就不让开车进来了，就要换它这个里面的公交车进来啊。公交车有这个就是往返的，这些景点之间往返啊，也挺方便的。再就是这边有个戴罗顶啊，然后戴罗顶是小朝台嘛，刚才说过了。好，这就是五台山的吃住行攻略啊，大家看完帮我点个赞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大同的浑源县，带大家看一个世界奇观——悬空寺。哇塞，这个寺庙啊，太厉害了，建在这个山崖上啊，悬空建立。看看这四周的环境啊，都是高山峡谷。这个寺建成已经1500年了啊，是公元400多年建的。很难想象古代人是怎么建在这个半山腰的啊！著名的悬空寺，到了跟前才能体会它的壮观啊！看这个下面有“壮观”2个字，这是李白游览以后题写的啊！
大家看那个壮字旁边有一个点儿，那个就是李白登临这个悬空寺以后，在上面题写的时候，他特别害怕啊，手一抖，一滴墨滴在那里了。看这个，我现在在山脚下仰望，太壮观了。在这个山脚下看着真的好壮观啊！这个可以上去的啊，然后在那里排队，看那么多人排队啊，上去是100块钱门票，现在我去排队去。哇，今天的人太多了，这里来了好几波旅行团，看现在排队的人啊。这边还有，从这里排到那个入口啊，差不多要1-2个小时啊，因为这个悬空寺。它现在限流呢，它是1500年前的木结构的这个寺庙，所以一次性进去的人是有限的，所以只出一个进一个。现在这么多人，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啊！而且今天赶上旅行团了，算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没那么多时间等他。下午还要去衡山呢，在这里看一下吧。它是靠这几个木头。打桩打在下面支撑起来的，而且上面的这个山啊是拱出来的，它等于是凹在里面，下雨是淋不到它的。哇，真的很佩服古人啊，怎么在这山上面开凿的？可以看到这个悬空寺有上中下3层啊，它是儒释道3教融合的，而且这个地方它是去五台山的必经之路啊，去五台山朝拜或者朝拜完回来都会路过这里，然后在这个峡谷里面一抬头看到这个悬空寺，你想想这个人的内心多震撼啊！看完这个，我真的有个疑问啊，就是古代的人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个寺庙，而为什么要建在这个半山腰啊？太多的未解之谜了。再看看这四周的环境。全是这么高的山，那边都是来的游客啊。今天游客不知道怎么了，特别多。现在是早上的10点多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景区的人气啊！看这个游客，哇，超多的。对面河堤上还有这么多人啊！这里本来有一条河谷的，但是现在没有水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一定要早上来，早上阳光从那里照过来，正好照到这个寺庙。如果你下午来的话，这个太阳就转到山后面去了，就看不到阳光了啊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大同的浑源县，这里有著名的北岳衡山，还有一个悬空寺啊。这个县城离衡山非常近，旁边那个就是衡山。我们上午去了悬空寺，下午去衡山，现在先去浑源县城吃个饭啊。大同的饭特别好吃，今天吃点大同这边的特色菜啊。看我们今天选的这个餐馆，坐在炕上面吃，很有山西特色。看一下我们今天点的什么啊？一个油面窝窝，一个豆面闽尖儿，这个是浑源凉粉，浑源就是这个凉粉最有名，还炒了个豆角茄子啊，然后这个是黑豆窝窝头啊，再来一个沙棘汁，现榨的沙棘汁特别好吃，然后这个窝窝是蘸的这个羊肉汤吃啊，这个闽尖呢是舀上那个蘸上这个吃的。来尝一下凉粉吧嘛，看这个凉粉啊，它上面是撒的大豆，好吃。看着就有食欲啊！看看这个浑源凉粉最有名了，平遥的这一桌子都是我们山西的特色菜啊。我们山西最好吃的就是平遥的牛肉，清徐的葡萄，浑源的凉粉啊，就是这个。看这个凉粉，很 Q 弹，太香了。然后就是这个油面窝窝啊，这个一定要趁热吃，这个凉的特别快。这个油面窝窝撒上羊肉汤啊，
我妈尝一下啊。好吃吗，妈？哎呀，好香啊！吃了一口还想再吃一口啊？真的可好吃了。那多吃点吧。也是有面就是好。然后再喝一个我们山西的沙棘汁，来嘛，干杯！现榨山棘汁。再就是这个豆面饼夹啊，这是用豆面做的。太香了。还有这个黑豆窝窝头，特别好吃啊。有一股豆香味儿。哦哦哦懷自信，我永不怕夜航，路困倦，我自彈自唱。看到这个石碑啊，意味着爬到衡山的山顶了。这个山顶叫做天峰岭，海拔2016米，海拔高度虽然不高，但是爬上来非常的累啊。这个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的风光啊，我转一圈，大家看看这个山顶有什么啊？这是制高点了。这边就是浑源县城，啊，看得很清楚啊。这个县城往北50-60公里就是大同了。这个山的山底就是悬空寺啊，这个就是刚才上来的路，就像一条天路一样啊，两边都是悬崖，这个没有栏杆的。那里是停车场，然后把车停到那里上来的。哇，那里好像有个天坑啊。一个鼓起来的，一个凹下去的，是个坑儿。山顶的人很少啊，看上来的人不多。这里还有一条路，现在过不去啊。那后面看不到是什么。现在是10月14号下午的4点，我要下山了啊。山顶上没有多少人，山顶上一点都不冷啊。我现在在衡山的迎客松这里，北岳衡山，衡中极天。跟大家说一下爬衡山的攻略吧。最开始坐车到那个停车场啊，就是那个地方，买票进来。如果你是坐缆车呢，直接从那里坐缆车坐到那里，缆车票是70块钱，但是缆车只能坐到那个半山腰，半山腰再爬到山顶需要50分钟左右啊。体力好的啊，体力慢一点的就1个多小时啊。那个是山顶。再说一下走路怎么上来啊？走路在那个地方买好票，然后买那个公交车票，就是这个公交车，从那里坐到这里，13块钱啊。你也可以徒步走上来，徒步走上来好几公里呢啊。然后坐这个大巴车到这里以后，就开始正式徒步了。沿着这个山路慢慢悠悠走上来吧，需要4个小时左右啊。半山腰上有个会仙府，这其实是个洞啊。传说有30多个神仙在这里开会，也叫极仙洞。传说那个张国老就是在这里修炼成仙的，从这里飞升了，飞到天上去了。这个会仙庙就建在绝壁之上，看这个上面啊，我感觉这山上的石头要掉下来了。看那块石头，中间那么大的缝儿，这边地质不知道稳不稳定啊？这山上会不会掉石头下来？如果掉下来的话，就把这房子都砸烂了。你看这边的石头啊，全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是衡山最危险的路啊，103级台阶，好陡啊，两边也没有栏杆。
只有猴子才敢走啊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的大同，这里是大同的古城墙啊！哇塞，这个城墙修得太好了，现在还是免费参观啊！我带大家看一下，看这个上面多壮观啊！这么宽，好几辆车都可以并排走啊！12米宽，然后这个城墙高是16米。比西安的城墙还高2米啊！这城墙转一圈啊，一共是7.2公里，就是围着这个古城转一圈。这是城墙向内的一侧啊，看一下它向外的一侧，向外的一侧有这种放箭的这种凹凸造型啊，和这里面的是不一样的。看看这个外面是什么样啊？哇，是一个护城河，护城河过去才是城墙。城墙上每隔一段就修了一个城楼啊，然后在拐角的那个城楼是最大的。看啊，如果敌人要进攻的话，先得通过护城河，然后再通过城墙。城墙进来以后还有问城，太难了。这么坚固的城墙是谁修的呢？是明朝的开国大将徐达修的。徐达是朱元璋的拜把子兄弟啊，而且徐达的女儿就嫁给了这个大同的代王，这个代王是朱元璋的第13个儿子啊。刚才看的城外的护城河，现在看一下城内啊，这个就是中国9大古都之一大同，中国古都天下大同，那个是城内的制高点，那个楼啊，这里是大同华严寺的华严宝塔最高层啊。在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大同的情况，这个宝塔顶上是这边的制高点啊。看一下大同的古城里面的情况，古城里面还是保留了这种老式的建筑，特别漂亮。那个琉璃那个蓝色的琉璃房顶，那个是代王府啊，它里面有一个九龙壁比较有名。那边是鼓楼啊，那个鼓楼位于这个古城的正中央。城中暮鼓嘛，每天晚上会敲鼓，整个古城内的居民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啊。这边都是辽金时期的建筑，完整的保存下来了，规划特别整齐啊。建这么高，这是当时大同的制高点。在这边可以看到大同的古城墙啊，这个城墙也是后来修复的啊，听说，但是现在修的也是特别好。看看城墙内啊，城墙内都是这种保留的古代的建筑，城墙外面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，一墙之隔，这个对比还是很明显。刚才我就是在这个塔的顶上拍的照片啊，这里是大同华严寺的华严宝塔，这个宝塔是辽代建的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宝塔跟我们山西的应县木塔一样的啊，它是纯木打造的，然后是那个榫卯结构的。全塔没有用一根钉子，保存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大家看一下它的建筑风格啊，跟我们这个汉族的这种宝塔样子不一样，因为它是辽代契丹他们民族建的，少数民族，所以它是长这个样子的。我现在到了大同的九龙壁，中国一共有3个九龙壁，一个是这个大同的，另外2个都在北京。北京是一个故宫的，一个北海公园的，但是这个大同的九龙壁是最大的，历史也是最悠久的啊，比北京那个还大。这个九龙壁是明朝朱元璋第13个儿子代王朱贵修建的。
当时朱元璋得了天下，他把他20多个儿子都分到全国各地啊。朱棣分到北京，叫做燕王；这个朱贵分到大同，叫做代王。有一天，这个代王就去北京找他四哥玩，他四哥就是燕王朱棣啊，就是后来的明成祖，修故宫的那个皇帝。他去了北京，看到他哥哥家门前有一个这个九龙壁。他就当时把这个样子啊什么都记住了，然后图纸什么的他都记在心里了。等他从北京返回大同以后，他就决定要在这边也自己修一个。然后他老婆是朱元璋的结拜兄弟徐达的女儿。他老婆当时就跟他说，我们要修一个比你哥哥更大的，比他高2尺、长2尺、宽2尺的这个九龙壁，要比他们规模更大。后来呢，就是这个九龙壁就修成了啊。这个朱贵被分到大同以后，他先是在大同的东北角修了他的代王府，就是现在那个绿色房顶的黄色琉璃瓦勾边的代王府。然后他又修了这个九龙壁。为什么修这个啊？就是显示他的威仪，耍威风的意思啊。这个代王其实是个纨绔子弟啊，大同本地人呢都叫他愣代王。他是个从小被父母宠坏的孩子啊，就是那种喜欢每天吃喝玩乐，什么正经事不干的那种人啊。然后干啥不行，吃啥没够那种。而且他的脾气特别暴躁，看他心情啊，如果心情不好了，他就喜欢杀人取乐啊，就是这种爱好啊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啊，他特别受马皇后的喜欢，就是朱元璋老婆马皇后啊。然后他就天天缠着马皇后。要他修这个九龙壁啊，修代王府啊，然后就说服了朱元璋，拨款给他在这里修啊。这个九龙壁的前面有一个水池啊，现在没有水了，有水池的话就会倒影嘛，然后就更好看。这上面是9条龙啊，然后被分成5个小的格子，寓意着95之尊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朱元璋多宠他这个儿子。这应该是皇帝才有的这个待遇啊。再说一点历史啊，后来到了明末清初，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入大同以后，李自成呢就把这个代王府啊进去以后，把他们家全都杀了，然后在代王府住了6天，然后从这里开始进北京。后面历史大家就都知道了吧？李自成进了北京，崇祯皇帝就上吊去世了，然后李自成夺了天下。随后李自成呢又被多尔衮的清朝他们又被赶跑了。随后那个清朝啊，他们又占领这个大同，然后把大同整个都屠城了，这些房屋啊、什么建筑啊、人啊都毁于战火。但是这么多次的战争啊，唯一幸存的就是这个九龙壁，也是挺奇特的啊。大同也是一个久经战火考验的城市。所以这个九龙壁从建成到现在已经是600多年了。看一下啊，当时这个上面是有很多那种小的动物的那个琉璃瓦，但是现在你看很多都没有了。600多年啊，保存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个九龙壁唯一的缺点啊，它就是单面的，它这个背面并没有。像北京的那个北海公园的，它是双面的，就是2面都有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沙湖口，光这3个字啊，就已经感受到浓浓的杀气了。这里是山西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，沙湖口也是我们山西以前晋商走西口的地方啊，就是指的这个关口。从这里出去就到了内蒙大草原了。这里离呼和浩特只有100公里了，非常近啊。有句话是这样讲的啊，东有张家口，西有沙湖口，就是指的这里。明末清初的时候，战乱频繁，民不聊生啊，再加上这边的土地荒凉，养不了那么多人啊，所以这边的老百姓呢，就去关外讨生活。这就是走西口啊。长城入口，明长城沙湖口，从这里可以上去啊。上去看一下，这长城一看就很有那种年代感啊，这种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看看啊，看看这上面啊，从这里可以走到那个烽火台呀。这上面有一个烽火台啊，去上面看一下。古时候的士兵在这里守边关，我们山西的商人从这里过去。最上面是这样的，是一个大平台，后面还有那个野长城啊，现在已经荒废了。后面那个是土堆啊，用土砌的长城，能看到那个烽火台的样子。这个应该是修复好的，用这个青砖。这个烽火台是这里的制高点，在这个位置看得清楚啊。这个长城脚下，这边是山西啊，这边是内蒙古。以前山西商人从这边走西口嘛，从祁县、平遥、太谷运的货物啊，走到这里。这是最危险的一个山口，这里面土匪啊特别多，土匪不光是这个地势险要，这个主要是很多这些路匪、土匪会抢他们的东西，杀人越货的地方啊。站在这个地方啊，你大致就能了解了山西人为什么要走西口了。看一下这个地形地貌啊，这里是黄土高原，你看看这个地啊都不适合耕种，全都是黄土，支离破碎。因为他这个地养不活山西这么多人，再加上当时那个连年战乱啊，所以这个山西人要出去谋生嘛。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点，除了这个沙湖口，就是内蒙古大草原了。然后那边呢，缺我们中原的这些铁呀，这些工业制成品，咱们这边又缺这个内蒙那边的牛羊肉啊。这个草原的东西，所以山西的商人他就有利可图啊，然后来两边进行贸易。这个地方呀，确实有一种大漠边关边塞，就是很古朴、很荒凉的这种感觉啊。喜欢这种感觉的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下。哥哥，我走西口，小妹妹你是在哪里哦？手拉着我哥哥的手，送我送到大门口。哥哥，我出窗口，小妹妹你有句话留。走喽，那个走大路，人嘛多了解忧愁。雁门关，天下九塞，雁门为首。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走进历史了。哇，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事情啊！这个地方啊，兵家必争之地，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啊。想想以前打仗的时候，抗击匈奴、抗击突厥，和辽打仗，杨家将、契丹，是吧？还那个天龙八部、乔峰，都是发生在这里啊，太有故事了。哇塞！我现在爬到这个长城的最高点了，这是个烽火台。烽火台就是古代传递信息、边塞报警的作用。在这个烽火台呀，可以看到整个雁门关的情况，带大家了解一下啊。首先看一下这个地势啊，看看这个雁门关建在什么地势上面。这四周围全都是大山，可以说就是崇山峻岭。在这个崇山峻岭之间，只有这一条小路啊，通过来。通向我们内地，在这里呢，修建有2个城楼。南边的这个城楼是对着我们内地中原地区的，北边这个城楼就是对着塞外的。平时那个守关的将士们就在这里面操练啊，生活起居啊。如果你是从中原来的啊，就是走这边的路，过这个关口。如果你从北边过来啊，比如说历史上的匈奴、契丹。
还有那个突厥之类的少数民族啊，他们会入侵嘛，就会从那边过来，沿着这个山谷的小路，就会到达这个关口啊。然后我们站在这个瞭望塔上面，就可以远远的就看到他们。然后这边的守关将士就可以做好准备啊，给予这个来犯之敌迎头痛击。著名的杨家将杨业就是守这个关出名的。杨业在这里一战成名，他被称为杨无敌。我发现一个规律啊，这个长城每到一个小山头，它就会设一个烽火台。你看，我在的这个烽火台还不是最高的，看这个后面啊，这里有一条路通向那个山顶啊，那个山顶有这个尖尖的圆锥状的东西，那个才是最高处的烽火台。只不过现在年代久远了，已经风化了，腐败那个破败了啊。从这里可以过去的。看到这里啊，就很佩服古代的人啊，他们是怎么样修长城的呢？在这个渺无人烟的地方啊，在这个崇山峻岭之间，我爬上来都气喘，都很累啊。而且他们要在这里修长城，这些青砖怎么来的呢？都是一个谜。看看这个地势多险要啊！中华第一关雁门关啊，这是爬了很多山路才走到这里。旁边是镇边祠，就是守关的大将住的地方。去看看这个镇边祠啊。好。现在这里面供奉的杨家将啊，供奉的这些武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一般敌人来犯都是从北边过来啊，这个就是北边的通道，敌人就从这里冲过来啊。然后这是长城雁门关段，他要先冲破这个瓮城啊，里面那个门进去才是雁门关的内城。看看这个城门上有个对联啊，山边冲要无双地，九塞尊崇第一关。横批就是雁门关3个字。这个字呢都是山西的富山县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太原，刚从山西的北边旅游一圈回来啊，现在又回到太原了。这里是长风街的八一街，这里啊，中午去吃个饭。这条街啊是长风街这一片有名的美食一条街啊，街道虽然不长，但是汇聚了各种美食，都是山西特色的，像这个碗凸就特别好吃，还有这个太原的打卤面，还有梯尖儿。看这个速度快不快？1分钟能踢10碗，三生30年练出来的啊！生意太好了，全都坐满了，看。全是吃面的。鸡蛋、丸子、大骨头。哎，今天人真多了，看这人。我要了个梯尖儿，小碗的10块钱，豆腐块1块钱，这个凉菜5块钱，自己拼的啊。刚才我问了，他这个是白面梯尖儿。其实豆面的更好吃啊，掺点豆面，浇的是西红柿酱和这个土豆块儿，还有肉呢，我没有要，尝一下啊。挺好吃的。在山西吃面必须得倒点醋啊，凉菜里面也倒一点。
倒点醋味道更香。看我们这儿物价特别便宜，面条10块钱，大骨头10块，加鸡蛋2块，豆腐条1块。在太原的闹市区隐藏了一个道教的寺庙，就是这个纯阳宫啊，藏在闹市无人识啊。对面就是太原最大的五一广场啊，地理位置非常好。这里是吕洞宾修炼的地方啊，它也叫吕天仙祠。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啊。一进门就是个大牌坊啊，吕天仙祠。从外面的车水马龙、滚滚红尘中，进入这个清修之地啊，修炼、修仙场所。蓬莱仙境，给人一种古朴的感觉啊，就是仙气儿飘飘，马上人的心就安静下来了。这边的建筑都是灰砖、绿瓦、红墙，一看就很有历史感啊。再加上门口2个大狮子，还有这种上百年的古树。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进去看一下啊。这都是上百年的古树呀。这里怎么放了个弥勒佛啊？这不是道教的场所吗？可能佛道融合了。这里面没有多大的，这个就是它的核心建筑了。瀛洲妙境，穿过这个虚无洞，这里面就是核心地方了。这里其实隐藏了一个八卦阵啊，从后面上去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八卦阵啊，这边是2个入口。这在卦象里面叫做一个生门，一个死门。你要走不对的话是走不上去的。现在随便走一个，上去看一看啊。它这个八卦阵就像迷宫一样，第一次来肯定要迷路的。站在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。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八卦阵的布局，正中央是主楼，周围一圈呢，正南、正北、正东、正西各有一个副楼，然后4边的角上各有一个角楼。我们再观察一下啊，每一个副楼的下面有1个门加2个窗户，那个角楼也是1个门加2个窗户，都是这样布局的。一共是8个门啊，这8个门啊。有生门，有死门，暗含了8864种变化。一般在布阵当中呢，就是生门可以转化成死门，死门也可以转化成生门，全靠这个布阵之人他来组合啊，各种排列组合。然后闯关的时候啊，有一队人马从其中1个门杀进来，他要在8864种变化之中找到那个生门，然后杀出去，不然的话就会困死在这个阵里面。这个八卦阵呢，主要是打仗的时候，用来布局、困敌、杀敌的啊。这就是纯阳宫的八卦阵啊，真的，现在国内有这种古建筑的地方已经很少了。喜欢奇门遁甲、五行八卦的朋友，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啊，一定不虚此行。这个纯阳宫里面还有一座假山呢，看看这上面有什么好东西啊。这个假山上面它是一个平台啊，也是纯阳宫的最高点。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整个纯阳宫的建筑布局，也可以看到外面的五一广场啊，现在正在改建呢，那个雕像也去掉了。外面的繁华和里面的安静只隔着一堵墙啊，这是一堵神奇的墙。一进入这座墙里面，外面的繁华从此就与你无关。这堵墙我觉得隔绝的不仅是这个身体和外界的联系啊，它隔绝的更是人的内心，就是让你进来以后潜心修炼，不要再贪恋外面的花花世界。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
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杂念。道义放两旁，你自在中间。